从一路荆棘盼到天光，透过云的缝隙，渺小的却直面风雨，独行使命，留下坚定背影。乘风吧，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，前行吧，危险之旅等待我们开辟，续战吧，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，守护吧，理想炙热如炬，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，不再彷徨，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，迷雾消散，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，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。同样的酒店房间，更便宜的价格，不怕比价的同城旅行邀你收看高光时刻。专案组的组长安妮啊，到。你已经被选为专案组成员，今天下午就跟我去参加第1次的碰头会。是。李全，并不是 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，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。我隐瞒你的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。什么名字？老黑。安女同志，你这样，你把现在我们掌握的有关老 A 的情况跟大家做个简要的说明。好的，白曲。坐下说吧。其实说来也惭愧，2年前从723这个案子的主犯李全等人从国外被引渡回国，起诉、审判的所有过程，我们都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。但是直到今天，我们能确定的只有2个重要的信息：张婉如是被谋杀的，有老 A 指使。但是关于老 A， 我们掌握的就只有他这个代号而已。他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，而他的个人信息，他的年纪、是男是女、国籍、户籍等等，全部都是空白。就在刚才2个小时之前，我又去2间审了李全。现在我们有了保罗这个全新的线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对李全开始进行一次新一轮的轰炸，争取从他这里找一个突破的口，追查到老 A。服务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安检长官了不起啊！2年前我们就怀疑张婉如同志的牺牲有问题，你用了2年的时间，证明了当初我们的怀疑。何队，我知道你对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我希望你对事不对人。我那次退查，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没有任何问题，放在任何时候我都敢这样说。你想跟我理论，想跟我掰扯，想跟我杠，没有关系。但这是另外一个会议室的事情。今天在这儿，我们谈论的是重启723。安妮，人家何队长也没说什么，你这跟机关枪似的突还没完了啊！同志们啊，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个醒，今天是我们这个专案组成立的第1天，也是我们第1次的联席会议。过往中，大家在工作上，无论产生过多少矛盾，相互有多少意见，心里有怎么样的怨气，在这儿也都给我咽下去。这一次重启723专案，这是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共同做出的决定，请检察院的同志来监督。我们公安口的同志们，你都给我听清楚了，要无条件的全力配合。既然来到这个集体，就要服从这个集体，懂吧？报告，局长，刑侦那边有急事要找何队长。什么事儿？交警那边的消息，2天前他们接到群众报案，发现一起车辆漏水的事故。本来他们以为只是操纵失误引起的，
后来车辆出水以后才发现，这案子没那么简单。对，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。我们发现刹车好像不是自然损毁。哎呀，领导啊，不是我给今天的会捣乱啊，这案子来了，我得去一趟。走之前我表个态，张婉如同志是我的好战友、好同志，能给他讨回公道，让他瞑目，这是我分内的事儿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白娟，核对。安检长官，什么指示？戒烟的时候嘴巴里嚼点东西，脾气就不会那么差。拿着吧。婉如生前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人，但这家伙只谈工作不谈感情，理解吧？不知道结果怎么会？出来！出来！你好，你好，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？是啊。李律师，请问您对这个官司有什么看法吗？李律师，贿选公司胜诉，是否还会愿意付给詹女士5万元的慰问金呢？李律师，请直面回答。请直面回答好吗？李律师，回答一下吧，李律师。回答一下吧，回答一下吧。第一，汇泉集团是一家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，旗下的任何一款产品没有任何涉及违法违规的漏洞。第二，关于詹梅女士儿子施小虎的自杀事件，与汇泉的产品没有任何关系。刚刚法院的判决结果已经从法律层面上充分说明了这个情况。要说的就这么多。李律师，李律师，李律师，李律师。张女士，请问这次您2审败诉，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詹女士，请问为什么今天您的代理律师吕小辉没有出庭，而是他们律所的实习生出庭？是啊，为什么？回答一下吧。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2审败了，我真的，我什么都不想说，但是我不会放弃，我绝不会放弃。走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张阿姨，尽快给小虎买个墓地吧，这样放着对他不合适。哎，一堂，百忙之中给我打电话，又到你约饭时间了。安姐，我可没你忙，而且我今天不约饭，我忙着谈恋爱呢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有空给小娇打个电话，看看干女儿。你再这么忙下去，女儿可就只认我这一个干妈了。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，提醒我看干女儿是假的，你就是想在我面前秀恩爱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拜托大姐，你好好翻翻聊天记录，咱们5天前就已经约好了，明晚全都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发布会啊。哦，哎，你们那个发布会啊，我可能有点……你必须得来啊！没有理由，你别跟我说工作忙，不然我去检察院找你。就这样，明天见，拜。你跟你闺蜜约会，怎么这么积极啊？我想见你一面，可要等好几天呢。你这话怎么那么酸啊？闺蜜的醋你也吃？我们俩不一样，跟你们都不一样。天下男人多的是，但是安妮只有一个。虽然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们俩早就已经比亲姐妹还要亲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洒脱劲儿，真的。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是着迷。你要是那种见到男人就走不动道的恋爱脑，兴许我会觉得很无聊。真的。所以呀，你们男人真的是，
不说了，我该走了。8点钟啊，跟游戏部门的人约着要开会呢。新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，这也是我的终极之战啊！走了。走了。注意安全啊！到了，接着。赵律师，麻烦你还送我回家。陈阿姨，您别客气，这2审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，而且李律师说了，您的案子不管之后还要不要继续，我们所也不再接了。我明白，我的事儿也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过赵律师，你还是个好人，我还是得谢谢你。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，我得赶紧上去，家里还一堆催命的债主等着我呢。哎，张阿姨，按说这话不应该我来说，但是我觉得您也挺不容易的。之后如果您又搜集到什么新的证据的话，我建议您可以去检察院提起申诉试试看。谢谢你。爸，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，小婷啊，回来了。上午啊就1堂课，中午跟院里的领导一起吃了个饭，下午没事儿回来改一篇专家论证的文章。专家论证啊？什么大项目啊？一家公司公关出了点问题，想让专家们开个会，做点论证。哪家公司啊？汇泉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最近有点公关危机，还需要您这样的专家出面站台的，只有可能是汇泉集团了吧？对，是汇泉集团。哎，这事儿你也听说了？我刚从法院回来，施小虎的母亲2审败诉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汇泉的事，你可别掺和。有那么多的新闻啊，供你去点评。但汇泉的事，水太深。爸，你是收了他们的钱，还是有什么把柄落他们手里了？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呀？啊，最了解爸爸的，就是你，啊？你看，有多少人排着队给你爸送钱，就是为了你爸这块招牌。看看咱们家，但凡是爸爸愿意收钱，还是这个样子吗？爸，我就说了一句，您这么多句等着我，真心虚才这样的。我把您刚刚跟我说的话也送给您。汇泉的事儿您少往前凑，水太深。您还有3天就要办退休手续了，我希望您的金字招牌永远屹立不倒，可别是晚节不保。小婷啊，你这样质疑你爸爸，爸爸觉得很难过。爸爸把你保护得太好了，你呀根本不知道咱们家现在的状况。你妈活着的时候，那是在用药续命吗？那是在用钱续命，你懂吗？1天1针，1针1万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？爸爸当教授的收入，就是唯一的收入。做网络普法专家，是免费的。帮朋友解决咨询的问题，那也是不收钱的。今时不同往日了，给你妈治病、葬礼、买墓地，把咱们家的钱都花光了。
你看，你还没出嫁，爸爸也快退休了，总得为你的将来考虑吧。爸，你说这些我都能理解，可我不需要这些，我也能养活我自己。我只是希望您别因为我被拖下水。你真以为爸爸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？爸爸要加入汇泉，也是做一个法律人更深层次的考虑。你看，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，中国经济要发展，离不开对外贸易。师傅，这勘验笔录都出来了，您还亲自跑过来干嘛？这活干的不对呀！报告给我看看。你看这报告上写的，1个月以前这车进过4S店大修过，还换了刹车片。这活干的一点也不像4S店干的，这卡口都没卡上。那这4S店换完刹车片啥样啊？技术大队吗？王队你好，你那边业务很忙吧？有件事儿得辛苦你一下，你出去给我盘一圈。这1个月之内有没有哪个修理厂出过奔驰 S 系列的刹车片，旧的，左前的？轻盈无边天山白，淘淘养颜卫生巾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你不阅卷在这儿捣鼓什么呢？你还说呢，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设计这个安全信息综合筛查引擎。我可是熬了好几个晚上才弄出来，那，你自己看。哎，你还真做出来了，可以呀！电脑天才不是白叫的。你看，我们目前的已知条件太少了，一定还有没有注意到的细节，需要我们反复的筛查。有了这东西的检索能力和整合能力，我们就能事半功倍，这样我们就能事无巨细的把所有的记录再从头筛一遍。再从头筛一遍，我太难了吧？我们检察官办案是有特殊要求的，我们的眼睛要比所有人毒，心要比所有人细，手要比所有人勤快，耐力要比所有人足。俗话说大海捞针，你相信我们能捞到针吗？反正我信。你刚才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我感觉你身后有圣光。行了，别整这些没用的。复印的东西呢？哦，好了，在那儿。哎呀，罗老师啊，抱歉啊，第一次见面我就来晚了。殷总，您太客气了。比咱们预定的时间还提前了15分钟。早就听说汇泉集团的殷总为人和善，气度雍容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幸会，幸会啊！哎呀，咱们这都是缘分呐！那咱们上桌，边喝边谈。啊，好，来来来，请。你们把我们俩的房子卖
核对，死者家属已经来了。这是死者的丈夫周鑫，这是死者的父母。周先生，这是我们市刑侦支队的核对。周先生，还请节哀。节哀不了，怎么节哀啊？2天了。先说是我老婆开车坠崖身亡，又说不是意外，然后又说是谋杀。我老婆摔成这样了，连个全尸都没有了。你们要解剖尸体，拿我老婆做实验呢？朱先生，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，但是我们这么做，是为了尽快还原案件的真相，这也是警察的责任和义务。我岳父岳母不同意，他们不信这个，不想让芳芳再受第2次罪，留个全尸。朱阿姨，别说了，我们不同意，我们已经够憋屈的了。芳芳是女人，你们爸爸了也不开她，不开她。朱阿姨，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。但是根据我们的初步勘查，你女儿开的车很可能被人做了手脚，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。你们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？谋杀？那你快去抓凶手啊！快去啊！妈朱先生，麻烦你借一步说话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你问我的问题，我也不见得都能回答，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没事，咱俩就随便聊聊。你们家有几辆车啊？3辆，我1辆，我老婆1辆，还有1辆闲置的。出事那辆车就是你老婆平时开的？我老婆那辆车前2天去保养了，她开的是闲置的那1辆。那辆车闲置多久了？怎么的也得有1个多月吧。那车挺新的，没跑多少公里吧？这新车也是问题啊？没问题。那你知道你老婆为什么去云顶山吗？不知道，没跟我说。那又不是景区，下着大雨，她一个人。你到底想问什么呀？你去过云顶山吗？没去过。我的问题问完了，但我还想请你帮个忙。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，公安机关是可以强行尸检的，所以你岳父母那儿还得麻烦你帮忙劝劝。上半时比赛，利物浦队得以保有1-0的领先。断他呀！守住，断他，断！主管，断他！我们那个 DNS 劫持测试已经完成了，要不要进行一下 App 的弱网测试？哎，主管，我首页的大图也修复好了，要不您看一下？小球，这也能大球？主管，啊，我们那测试完成了，我大图也修复好了。啊，行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一会儿去看。哦，好。陆老师啊，这你知道，我是一个搞企业的，我向来对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特别的尊重。知识永远是第一生产力，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。
这你也清楚，最近我们汇泉集团的游戏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争议。现在汇泉集团家大业大，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隐患。所以说，作为一家网络公司，无论你大小，稍有不慎，就会被那些网民的声音所淹没。所以说，我现在特别急需这些危机公关的专业人士和专业团队。我们特别有幸聘到了你的高材生李一堂做我们的法务总监，这对我们都是平等的啊。殷总，这200万是不是太多了？您再考虑考虑。哎呀，这个对罗老师并不多啊。来，我敬你。这杯酒我代表汇泉集团欢迎你。啊，我敬你。来啊，干！师傅，啥情况？我之前就觉得这个袁芳芳可能吃抑郁药。老唐在她的胃里还真是发现了药物残渣，但并不是医生开给她的药，而是一款叫地西帕明的抗抑郁药。这款药的最大副作用就是眩晕和视力模糊。我给他的主治医生打电话了，他的主治医生很纳闷，说他对之前的药并没有耐药，他为什么要换药呢？当当，我现在已经走进发布会的现场了，让我带你们看一看。这边，然后这边，哇！一会儿我们家大美女糖糖将要闪亮登场，主持本场发布会。哎，开始了。亲爱的各位朋友、各位来宾，晚上好！谢谢大家百忙之中。啊，我现在在这准备案子呢，我明天周一要开庭。你放心啊，亲爱的，我这边忙完了我就赶紧过去。汇泉集团你还没出发呢，这个不靠谱的。堂堂已经开始了。我呢是汇泉集团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，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主持人。一会儿再说吧，我先拍照。站在这里，我还是有点紧张的。董事会让我一个法务总监来客串主持，我想他们可能是要把请主持人的钱用在了汇播 App 的升级研发上。好吧，言归正传，大家都知道，汇泉集团是一家以游戏主体、以游戏周边打造生态产业链的信息科技公司。这些年也陆续推出了许多好评如潮的网游和手游。伴随着全球经济形态向网络化的迈进，我们汇泉集团也在努力与时俱进，打造新的项目。就像我们这次汇播 App 的 slogan， 不是创新，是颠覆。到底是如何颠覆？我不能越俎代庖了。下面有请我们汇泉集团游戏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赵继凯，赵总。非常感谢我们汇泉集团的法务总监兼主持人李一堂小姐的开场白。这就是我们汇泉，把每一分钱都放在了研发上，把每一个产品努力做到极致。就像今晚即将上线的这款 App 汇播，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，这款全新的网络直播软件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？又有哪些划时代的创新呢？在这里，我想请上我们汇泉集团全资子公司汇播天下的 CEO 兼 CTO 肖某恩先生，有请肖总。谢谢赵总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某恩。我之前的汇播公司就是一家技术公司，
没钱，没平台。想要活着，想要发展壮大，就必须得找一家能够各方面给我们支撑的大公司，来更好的发展自己。而汇泉集团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选择。今天呢，有2个主题，第一个就是汇泉集团和我们绿波公司的合作战略发布，再一个就是汇波 App 的上线。我希望我们的汇波软件一上线就能够燃爆互联网。小娇，宝贝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好的很呀，虽然我听不太懂，但是我想赶紧下载一个那个 APP。真的假的？当然真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有人看你呢。赵总，好久不见，又变帅了。哎呀，恭维人啊！感谢你，感谢你过来捧场。什么叫捧场啊？这发布会都已经开完了，现在都是一家人。人家陈永刚现在可是汇泉的一份子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现在是亲上加亲。你看，还是你的思维比较缜密啊！我要离开你，我该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开个玩笑啊。那我们2个代表汇泉集团啊，欢迎一下家属代表。谢谢，欢迎家属。对了，咱俩今天必须把安妮这事给她办妥了，省得她成天拖咱俩后腿。等我一下。肖总，我示范一下。好。哎，你先聊啊。好的。赵总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姐妹汪小娇。小娇，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？你们家永刚的直属领导，也是汇波的一把手，肖木恩，肖总。肖总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永刚的爱人。对，嘿，你好。我老听我老公提起您，他说您一表人才，我今天一见，果然是。您客气了，我跟永刚啊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，咱们是一家人。那就请您以后多多关照他了。应该的。赵总，那你们先聊着，我那边有几个客户，我必须要陪一下。改天我请你们吃饭。好。别改天啊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今天小娇他们家家宴，你必须到位啊。对。我去合适吗？合适，太合适了。汇泉汉源，你们得血战血偿。汇泉汉源，你们得血战血偿，血战血偿，血战血偿。汇泉汉源，你们得血战血偿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快退出来！汇泉汉源，你们得血战血偿。喂，各位，请听我说一句，请听我说一句，各位嘉宾，各位朋友，刚才这个突发事件实属意外，我相信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想要破坏汇泉集团和我绿波公司的合作，想要破坏汇波软件的发布。在这里，我可以向大家承诺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。另外，不管是汇泉集团还是绿波公司，包括我们新诞生的汇波软件，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怕任何的脏水和陷害。应了那句老话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嘛。谢谢在场的所有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和理解。接下来呢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求大家。刚才这个突发事件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希望诸位朋友，包括今天在场的记者朋友们，在汇泉集团公关部门还没有给出明确的通稿之前，请不要擅自的透露或者发布任何消息，
当然，我无权要求大家，只是我个人的恳求。可是各位朋友们，你们想想，单就刚才的几秒钟，你们一定无法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。在没有了解完整之前就发布消息，你们的无心之举很有可能会给汇泉集团带来巨大的损失。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安妮呀，你终于来了！这是个发布会吗？什么发布会呀？都出大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啊？反正是大事儿，我说不清楚。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俩现在要给你介绍对象，相亲。哎，你别着急，先别急着拒绝我。刚才非常精彩的。去在哪？还真有意思啊！我去叫他了。哎，娜娜，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来了，去认识一下吧。你终于来了，检察官大人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暂时没什么事儿了，回头再说吧。林总，这位是……哎呀，这都忘介绍了。这位是安妮，我们的另一个好闺蜜。这位就是我刚跟你说的肖慕恩，肖总。您是检察官？江城市检察院安妮。检察官好。幸会。幸会。师傅，回来了。有什么发现？这个袁芳芳自己经常驾驶的车辆，半年之内出过2次事故，一次是撞了电线杆，另一次是高速公路上车爆胎。你说她这命也真够大的。这人长期吃抗抑郁药，有这样的反应倒是正常。现在袁芳芳的社会关系当中有3个人是有嫌疑的，一个是她老公朱鑫，另外一个是她的表弟袁琦在跟她争祖产。袁芳芳要是死了的话，她老家的房子就归袁琦了，这人是有重大嫌疑的。还有一个她情人，你说这袁芳芳死了对她有什么好处啊？哎，袁芳芳有没有保险啊？有，朱鑫给她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，但这个保险吧，她很多年前就已经买了，中间也没有断过，所以从这点上来看，朱鑫也没有嫌疑吧？是。朱鑫什么时候给袁芳芳买的保险？还有，袁芳芳跟她的情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？师傅，您的意思是，朱鑫知道了他们的关系，早就有预谋了？高，哎呦，佳宁饿了是不是？来，爸给你做鸡蛋糕。好嘞。呀，一会儿就吃饭。水都开了吧？开了。妈妈回来了，是不是？走，咱们去给妈妈开门了。哎，永刚，哎呀，微信不回，电话不接的，是不是躲着我呢？啊，我是没办法了啊，我只能到你家来找你来了。哎呦，这小姑娘可爱啊，叫什么名？跟我家人没关系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把孩子放下，我再跟你说。是不是疯了？你跑我家来了？真是欠钱是大爷呀！啊，你他妈欠我多少钱忘了？抽水还没算呢。要不是因为你带我玩赌博，我不会是现在这样。你玩上头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总而言之呢。咱这个赌债呀，是欠不了了，是吧？你要实在不喜欢我上你家来，我还可以去你公司，是吧？但是了，人要脸，树要皮，咱俩是兄弟，我不可能那么做，是不是？
我今天来呀，就是给你指条明路。那今天晚上8点有盘口，做这个盘口的人是我一个兄弟，有内幕。我已经没有钱了。哎呦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反正啊，这个事儿呢，我已经跟你说了。至于玩不玩，随你。晚上8点啊！师傅，就这儿。哟，这么晚了，你们两位这是？啊，我们想找你岳父岳母再了解点情况。哦，老人让我给送回家了，能接回来吗？不用了，那就先跟你聊，也怕他们太激动了。哦，跟我聊。行吧，那进来吧。刚才看电影呢。哎，哪有心情看电影？来点吧。谢谢。挺好，人总得往前看嘛。这个时候看喜剧片能帮你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。这片子我看过，挺逗的。趁着你看着喜剧，心情挺好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，你老婆为什么上避孕山吗？微弱的烛火，闪烁的泪光，孤独的时候，悲伤不用紧张。如果失去方向，最怕去幻想，再远也不过是远方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淡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
上。